达克行有的地方是去打卡留念，有的地方则是即使非常熟悉也必须经常回去，那就是北京的家。疫情4年，很多人都被困在海外，年初开始周围有朋友陆续回去。不过直航的航班可怜，直到做这些视频的6月，美国飞国内的直航航班每周也只有24班。2019年疫情前每周有300班。直接结果就是直航的机票价格高得离谱，是过去的4到5倍，而且当你提前订票时，选定的日期未必有票。绕道回国成了绝大部分人的选择，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从中东的迪拜或者多哈转机，回国的时间也从以前的10多个小时变成了起码折腾30个小时。如果加上时差和像达克这样这次赶上糟糕的天气，从北京改成贝江太远，从纽约回北京整整用了4天的时间。这是多哈半夜时分，这天早些时候，从美国达拉斯、休斯顿、洛杉矶、迈阿密、纽约、费城、波士顿、西雅图、芝加哥、亚特兰大、旧金山、华盛顿等地飞来的旅客汇集在多哈国际机场，等待飞往北京、杭州、广州和香港。和等待北京航班的同行乘客聊天，在到达多哈时基本已经折腾了1天的时间。达克是一早从奥本里租车出发，到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，晚上8点起飞，经过12小时的飞行到多哈。而从达拉斯飞来的乘客则已经飞行了15、16个小时，还不算从住家到达拉斯机场的行程。从机场信息盘上看，半夜凌晨起降的航班很多，应该是多哈位置处于美洲、欧洲和亚洲中间，在来回航程中总有一段是在半夜落地或者起飞。在直航航班恢复正常前，回国成了体力活。哈马德国际机场于2014年启用，机场的一半面积是靠填海造地建成的。机场离多哈市不远，网上信息说可以参加机场组织的多哈半日游活动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可是因为头次体验这么长的旅行，尽管要等8小时，达克还是选择老实的待在机场休息。回程时曾动心改航班，在多哈停留1日。登录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网站一查，改票是免费的，但是要补足差价，而差价就是好几百刀。多哈1日游只能期待下次。好在机场足够大，设施先进气派，各种名牌免税店逛一逛也打发不少时间。在巨大的建筑内还打造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花园。难以想象的是，10多年前的多哈机场根本不是这样。在一个介绍现在多哈机场的视频下，有网友留言说：“我真的无法想象，这和2010年初在多哈机场转机时的景象是一致的。当时在多哈转机，想上个厕所，结果厕所里的地板都是水和污物，而且转机8个小时的等候中，没有看到清洁人员来打扫，椅子设计的也非常不舒服，无法好好休息，让我以为多哈是穷到连清洁人员都请不起的地方。8小时的候机时间需要自己解决一餐，这是达克选的宫保鸡丁，折合13美元，价格和回到北京就赶去的峨眉酒家精品宫保鸡丁一样，就是分量和味道差距很大。这里选择肯德基的人还是更多些。在机场遇到最大的问题出在信息屏幕上，屏幕只在你航班起飞前2个小时显示具体的登机口。回北京时等候时间长，还比较适应，等回纽约只有2个多小时转机，一下飞机就开始找下一班的登机信息，结果飞纽约肯尼迪的是共享代码的航班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和地点一致，而航空公司则不是卡塔尔航空公司，也没有其他信息。后来觉得屏幕上的航班就是卡航的这班，因为飞机也是卡航的，但终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显示屏上信息是另一家航空公司。问过服务人员，基本没有答案，这一点比较不方便。机场虽然服务人员很多，不过英语口音很重，态度是公事公办，加上各管一摊，问到的人对其他业务不熟悉，问了3、4回也没有得到答案。幸亏之前下载了卡塔尔航空的 app，
并在网站上注册，手机收到了登机口的信息，再看有人将登机牌在一个读码机上一扫，也显示出登机口的信息，比问人简单些。但是如果是老人和不懂英语的乘客，估计麻烦会更大。虽然转机一直在机场，但是飞往美国的航班在多哈机场还要过2次安检，一次是进入转机的候机厅，另一次是进入飞往美国航班的隔离候机区。好在机场足够大，不显得拥挤。2次转机时，在商店买了中东的特产椰枣，这是沙漠地区唯一能做食物的植物果子，树很高，像椰子树，但果子却像枣，糖分很高，老人和小孩比较喜欢。在机场纪念品商店，当地的特产品种很少，当然世界杯的纪念品也是选择之一。将哈马德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、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相比，达克对哈马德机场印象最好，环境开阔，人气足。大兴机场很冷清，肯尼迪又太火爆。达克的体验和全球航空业界的评选是一致的，在业界的 Skytrax 对全球500个机场的旅客和专家评选中，综合考虑区域、购物、餐饮、行李、休闲、出入境等因素，2022年和2021年多哈机场都居榜首，超过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2022年美国入围最好的机场是西雅图机场，排名第27位，中国最好的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排名第18位，大兴机场排名第84位，北京首都机场排名第87位，纽约肯尼迪机场则无缘100强。如果不是疫情，不是俄乌打仗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搭乘卡塔尔航空公司的航班，也没有机会了解航空界的一个奇迹。卡航是由卡塔尔皇室控股的国家航空公司。卡塔尔面积刚过1万平方公里，比北京市还少5000平方公里，但是石油储量丰富，在飞机上就看到海湾中的钻井平台。自上世纪40年代发现石油天然气，一跃进入富裕国家行列。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是人均 GDP 8.3万美元，位居全球第6位，比第7位的美国高出3000美元。卡航成立于1993年，和中东的阿联酋、阿提哈德航空一样，利用地理和资金优势，为摆脱经济单一的局限，打造旅游业，实现经济多元化。30年间成了世界10家5星级航空公司之一，7次获得航空界奥运金牌 Skytrax 全球航空奖，是获得该奖最多的航空公司。2022年卡航位居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榜首，排在第2位和第3位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阿联酋航空公司，美国的三角洲航空公司排名第24，美联航排名第60，中国最好的南方航空公司排名是第13。达克的个人体验上，订票后卡航通过邮件发来详细信息，并建议手机上下载 App， 出发前2天又发来短信提醒。达克出发地是纽约的肯尼迪机场，值机柜台效率很高，排队时只有服务人员提醒乘客下载中国海关的 App， 填写健康信息。轮到达克办理时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先生，看了护照，还提前祝贺达克生日快乐，这让我对他产生了兴趣，注意到他胸前别了很多徽章。从北京回来时，在取行李的地方又见到他，想他应该是经理之类的管理人员，如果行李出了问题，可以现场处理，这对旅客方便不少。卡航是去年世界杯足球赛7大赞助商之一。2022年，卡航以108亿美元的资产排名全球最富的航空公司第3。卡航的机队现在有37架波音787飞机，57架波音777飞机，53架空客 A350 飞机，还有10架空客380飞机。因为机队新，卡航的头等舱、商务舱非常有竞争优势。达克没有服气享受，不过经济舱也不错。登机后，每个座位上都配有小枕头、毛毯、洗漱包。4班的飞行都有正餐和点心供应，配餐很精致，餐具都是钢刀叉，还有各种酒水供应。疫情开始好转的2021到2022财年中，
卡航实现了15.4亿美元的净利润，傲视整个业界。成功的主要原因是，疫情期间其他航空公司都在收缩战线，卡航却在扩大航线和机队。疫情一结束，卡航的这些充分准备就得到了回报。拿飞北京的航线来说，2020年3月起，国外直飞北京的航班需要从天津、太原、西安等12个城市入境隔离，再前往北京。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今年1月，开始逐步恢复直航落地北京。政策恢复不久，3月26号，卡航就开通了多哈到北京的航线，每天1班，是最早开通直飞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中东航空公司。离开北京时，达克注意到办理国外航空公司登机的柜台非常少，这让卡航的柜台很醒目。机场屏幕上显示的国际航班也寥寥无几。大兴机场目前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为主。2019年年初，卡航入股南航5%的股份，实现了代码共享。这样，从多哈到大兴的乘客可以方便的当天转机到国内很多城市。做视频查资料才知道，卡航的成功不仅是日常的经营，还成功的解决了地域外交上的困难。卡塔尔地处中东，飞机起飞不久就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。2017年6月，周边国家沙特、阿联酋等国以卡塔尔与恐怖组织有染为由，与卡塔尔断交，几乎封住了卡航的航路，卡航不得不在航线上做出调整。从多哈到纽约的航线上看，达克所乘的飞机是擦着约旦和以色列的国境线飞过的。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也考验卡航的应急处理能力。一位网友留言道：2011年，达卡航飞机在埃及亚历山大遭遇埃及革命，被困机场，只有卡航花重金找来几辆大巴和保安公司，把我们转移到当地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安顿。到酒店已经半夜12点，酒店还按照卡航的要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。第二天疏通关系，让乘客登上飞机，临走时发现大量其他航空公司的乘客还滞留在机场。当地的卡航经理做事非常干练，不停安慰乘客，一定会尽最大努力让卡航的乘客满意。什么叫卡航尽最大努力？那就是必须让每位乘客成为卡航长期的活广告。再说达克回程到达大兴机场时，起落架已经放下，地面的景物也清晰可见。不巧赶上北京夏天的雷阵雨，飞机重新拉起，改飞太原。在太原机场加油后，因为飞行员飞行时间限制，不能再继续飞行，只能全体乘客下飞机过夜。值得点赞的是，太原机场的海关和边检工作人员效率很高，也非常乐于帮助人，借自己的电话给我们联系家人。聊天中才知道，很多人是刚下班回家就被紧急叫回来加班，遇到国际航班被降也是少见的事。因为卡航在这里没有办事机构，委托机场安置我们。虽然到远郊的宾馆已经是半夜，但条件非常高档，让从欧美回来的乘客都觉得豪华。宾馆半夜给我们准备了蛋炒饭和蛋花汤，几位小留学生吃得津津有味，在打给父母的电话中赞不绝口。第二天，机场给大家2个选择，一是负责送到高铁站自行回家，费用也自理；二是等下午随卡航的飞机飞回北京。很多人一查，从太原到北京高铁只需要4个小时，就选择早班的高铁回家。达克是中午到家的，一算时间，算上12小时的时差，这一趟回程日历上用了4天时间。和很多同行的人一样，一趟下来基本已经没有了时差的感觉，免去了过去倒时差的麻烦。